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工具叫做 apt-get， 它事實上是一個通用的圖檔上傳的工具。我們只要透過 apt-get 的指令，再加上適當的參數，就可以把我們本地端的圖檔自動上傳到 GitHub 網站上面，並且直接取得 GitHub 的遠端的圖片鏈接的網址。有了这個網址以後，我們就可以很方便的插入我們的筆記，或者是在我們的 blog 裡面直接引用。apt-get 有 Windows、macOS 跟 Linux 等等不同平台的版本。我們只要下載了不同的作業系統的檔案到本地端以後，把下載來的名稱改成 apt-get， 同時把 apt-get 呢放在我們的執行的指令能夠找得到的路徑裡面，我們就可以直接来使用這一個執行檔了。这個 apt-get 因為只是一個指令，當我們有需要的時候直接呼叫它就可以了可以來操作它呢，可以比我們使用 Obsidian 的有一個叫做 Image Auto Upload 這個外掛，那這個外掛呢是使用一個叫做 Pickgo 的背景執行的工具。那我們首先如果我們要使用這個 Image Auto Upload， 就需要把這個 Pickgo 呢在背景先執行起來，那到時候我們貼入 Obsidian 裡面的圖片，它就會自動幫我們上傳到我們指定的網站上面，比如說 GitHub。但是因為我覺得這個 Pickgo 比較麻煩，因為它一定要在我們貼圖片的時候，它一定要在背景執行才有辦法上傳成功。它的整合性呢不如我們使用這個 apt-get。這個 apt-get 只要我們有需要的時候直接去呼叫它就可以了因此 apt-get 的使用上面呢會比較，我個人覺得會比較簡潔一點那我們後面我會稍微介紹一下我們怎麼樣 AutoHotkey 怎麼跟 apt-get 來做整合，最後再來介紹 Obsidian 它有一個外掛叫做 Share Commands。我們透過 Share Commands 呢，再加上快捷鍵的設定，也可以達到跟這個 Image Auto Upload 外掛相同類似的功能。下面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apt-get 在設定好 Share Commands 以後，它實際執行的狀況。要使用 apt-get 呢，我們有幾個動作要來執行首先就是我們要先去新增一個 GitHub 的 token有了這個 token 以後，我們才有辦法來存取我們 GitHub 的儲存庫。然後接着呢，我們要建立一個專門用來上傳圖片的 GitHub 的儲存庫。然後接着我們就會需要來設定 apt-get 的一個設定檔。設定好以後呢， apt-get 才知道怎麼樣子把檔案上傳到專用的這個 GitHub 的儲存庫裡面來。然後後面第四個步驟我們會先寫一個很簡單的 AutoHotkey 的腳本，讓我們可以直接透過 AutoHotkey 呢跟 GitHub 做整合。那第五個步驟呢，我們會使用 Obsidian 的 Share Commands 這個外掛來整合使用 apt-get 這一個工具。然後接着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GitHub 的這個 Access 的 Token 要怎麼來做設定。首先我們必須要先來安裝的外掛叫做 Share Commands。那找到以後呢，我們在這裡面呢要做上一些跟 apt-get 這個指令相關的一些設定。然後做好設定以後呢，我們在我們的快捷鍵裡面我們也一樣設了一個快捷鍵給它。比如說我這一邊這個 Share Commands Execute apt-get 這一個命令呢，我是把它設定成是 Auto V 這一個快捷鍵。那我們現在就來操作一下那我們要上傳圖片首先我們就先來截取我們的一個螢幕的內容比如說我這一個畫面要把它截取起來。好，我現在就抓了這一塊，我要來做上傳。好，那這個就是我們要上傳的圖片那我們先來做一些隨便加一些圖形的重點提示的內容出來，比如說隨便畫一些然後我把它存檔，再點擊這個複製到剪貼簿。因此我們開啟我的剪貼簿工具來看一下這個最上面這一個呢，就是已經剛剛修改後的內容，貼到剪貼簿的內容。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把这個圖片呢上傳到 GitHub 上面，並且直接插入我們的Obsidian 裡面。那我們現在開啟了一個測試用的 Obsidian 的筆記，然後按下我們剛剛設定好的快捷鍵 Alt 跟 V， 它就會直接把我們剪貼簿的內容直接上傳到 GitHub， 並且取得 GitHub 的網址比如說這個呢就是 GitHub 的網址，我們這個圖片的 GitHub 的網址，然後呢它是使用 Markdown 的格式呢，直接就插入我們目前剛剛游標停留的位置。那因此我們這個圖片就可以插入到我們的筆記裡面來了。這樣子的操作的方法，對於我們在寫 blog 的文章，或者是我們有一些是要產生成 PDF
那是要分享給其他人看的，那需要把這個圖床上傳到一個公開的圖床裡面的時候，我們要把這個圖片上傳到一個公開的圖床，讓其他人也能夠直接來使用你的 Markdown 的檔案。像這種情況呢，使用這一個 apt-get 這個工具呢，跟 Share Commands 的合用，我們就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效果。那下面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怎麼樣子把這個 apt-get 的功能加到我們的 Obsidian 裡面來。我們先來建立 GitHub 的 Access 的 Token。那首先就進入你的 GitHub 的網站以後，點擊右上角你的頭像的三角形，然後選擇倒數第二個 Settings。好，在 Settings 呢，我們再移到最左邊捲動到最下面，左側功能表的最後面一個呢，就是 Developer Settings。然後我們點擊 Developer Settings， 然後呢，再點擊這個 Personal Access Tokens。那在這個 Personal Access Tokens 這一邊呢，我們就可以直接點擊這個 Generate New Token。好，然後呢，先輸入我們的密碼。它需要驗證過你的密碼以後呢，才能夠讓你使用這個功能。那接着就是我們要建立一個新的個人存取的 Token。你的一般是講的是令牌啦。好，那假設我們是使用 apt-get。比如說我把它叫做 Demo2。然後呢，它需要有一個有效期限。那它會希望你一定要指定一個有效期限為了治安的問題。那假設我把它選擇我用90天的有效期。然後接着我們這一個 Select Scopes 就是你的操作的範圍。我們就是要使用儲存庫，因此我們把這個 Repo 給它打勾。然後它下面的所有跟儲存庫相關的權限呢，就開放出給我們這一個 Token 了。然後我們就可以移到最後面，點擊這個 Generate Token。點擊完以後呢，它這邊就會這一個 GHP 開頭的呢，就是我們的所謂的 token。那我們就要把它給複製起來。那請各位記得一定要把它複製起來。然後複製起來以後，我是建議你就是直接最好是找個地方把它給儲存起来。比如說假設我們就儲存在我們的這一個筆記裡面。好，我就先把它貼在這個地方，然後接着這樣子呢，我們的 Access Token 呢就已經設定完。然後我們接着再來設定後面這一個儲存庫。GitHub 的儲存庫很容易建立就跟我們平常建立儲存庫的方法一樣，你就點擊這個加號，再選擇這個 New Repository。在這一個 Create a New Repository 的頁面裡面呢，你給你的儲存庫一個名稱。比如說我叫做 apt-get-demo2。然後要記得我們這一個儲存庫一定要是 public 的，要是公用的才可以。好，然後後面就看你要不要，假設我要 add 一個 readme 的檔案。好，然後只要做好這個動作以後，我們看一下它是使用这個，它會設定你的這個主分支是叫做 main。因為現在 GitHub 它會自動會做成這個 main。所以這個我們是使用 main 這個分支。好，那我們就 create a repository。那這樣子呢，我們這個 repository 呢就已經建立成功了。好，那接着我們再來做下一個動作。我們第三個步驟要先去取得 apt-get 的執行檔。那我們就是在 apt-get 的 GitHub 的網頁上面呢，點擊右邊的這個 releases， 點擊了 releases 以後呢，取得這個最新版本的這一邊這個 assets 裡面呢就有各個作業系統的相關的檔案。那假如我們就是使用這個 apt-get -win， 應該是這個apt-get -win -amd 64.exe。那這個是64位元的 Windows 的執行檔。那下載下來以後呢，你把這個檔名呢改成 apt-get.exe， 然後把它放到你的 path 這個環境變數指得到的路徑裡面然後就可以再來做設定了。那我们要来設定比如說我現在我的這個執行檔我是放在C冒號的 util 這一個資料夾裡面，我有下載下來的這個已經改了名字的檔案叫做 apt-get.exe。 那我們的設定檔是這一個叫做 config.toml。 那我們就來進入用文字編輯器來編輯它。那在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第一個就是你的分支。你的分支如果是 main 的話那你記得要把這個拿掉，這邊要改成 main。 好，那如果你還是用 master 的話你這一行事實上是可以不用的。然後接着這邊你就要把這個 token 改成我們剛剛複製的這一個 token。就是這一個，這個是我們的 demo2 的這一個分支。
請大家注意我這個影片展示完以後我這個 repository 我會把它移除所以你不要用我這一個 token。然後後面它就是我們的檔案要放在哪裡它基本上就會放在年月，然後下面它會有一個這樣子的路徑那我們就用這邊就用預設值，然後還有呢，我們這個 repo 等於這邊呢是要指定你的儲存庫的名稱，那因為我們上面是叫做 demo2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upgit-demo2， 還有呢你 GitHub 的使用者的賬號，後面這個可能是這個 CDN 就是中國大陸的網友會需要做這個設定了那這個我沒有試，請大家自己去設定。然後後面這個 output formats 就是說你希望檔案上傳以後系統會傳什麼樣子的輸出結果回來給你，那這邊它有 BB code、HTML 或是 Markdown-Simple 等等，那我这邊就做了一個我自己設定的這個 Markdown 的格式我後面給它多加了一個 pipe 700把它的寬度限定成是700 pixel， 那它的名稱叫做 Markdown-Simple，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一個格式來上傳我們的內容，到时候取得的輸出的結果就會是用這樣子的 Markdown 的格式。好，那这個設定好以後我們就可以直接來做上傳的測試了。好，我們來上傳看看首先我們就到我們有很多圖檔的這個路徑裡面然後就直接執行 upgit， 然後後面呢就是你要上傳的圖檔比如說我這個 obs61-yt.png， 然後後面用减號 F 指定我要取得的輸出結果呢是 Markdown 的格式，因此我執行完以後它就會傳回這個 Markdown 的格式出來給我們。首先就是驚嘆號，然後中括號，然後這個 PNG 呢會是我們的暫存的檔名，然後後面這一邊呢就是我們在 GitHub 上面的遠端的鏈接的圖片的鏈接的網址。那我們如果到 GitHub 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就會自動幫我們在我們的 repository 裡面會建立一個年度的資料夾，然後下面再建一個月份，因此它會幫我們把這個圖檔上傳到2022年的2月這一個資料夾裡面。那我們點擊進來以後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1分鐘以前上傳上來的這一個圖檔。那我們再做一遍假設我現在是要上傳，我把後面清掉，我要上傳這個62，我的輸出呢，我要把它從 Markdown 改成 Simple， 改成 Markdown Simple。那這個 Markdown Simple 呢，事實上是我們刚剛在我们的 config.toml 這個設定檔裡面最後面這邊有一個輸出的格式，它會多一個 pipe 700好，那我們來執行看看。好，你看到我們這邊取到的就會是這樣子，我們剛剛 Markdown-Simple 這樣子的格式。好，那假如說我們現在是要抓圖檔，好，我們把我們的這個剪貼簿的內容都整個刪除掉，我現在的剪貼簿是空的然後我們來抓一個圖檔。好，假設我來抓這一個我們隨便抓我的工作管理員，假設我是抓這個。好，然後我們直接存到剪貼簿裡面。那這個時候呢，我們事實上就可以用冒號檔名的地方呢，用冒號 clipboard， 就是從剪貼簿輸出，我們直接按 Enter。那這個內容可以看到它是164390，然後0931，然後我們上來看一下重整。好，就是這個圖檔，這就是我們剛剛上傳到 GitHub 上面的這個圖檔。那這個它是把我們輸出的結果呢，直接送到我們的標準輸出。那現在假設說我們要把我們的這個輸出，我們希望把它直接輸出到系統剪貼簿，因此我們就加上 -o clipboard， 這樣子我們的 output 不是會輸出到我們的螢幕，而是寫到我們的剪貼簿裡面。那我們把我們的剪貼簿叫出來，我把這個內容呢再刪掉。好，系統剪貼簿現在是空的那我們再來抓另外一個圖檔比如說我這一個編輯器好，我們抓我們編輯器的這個內容，好，儲存到系統剪貼簿，然後這個時候呢，我們再回到我們的命令行裡面來直接執行。你會看到它沒有輸出了但是這個時候我們如果開啟我們的系統剪貼簿，你會看到我們的內容已經輸出的結果已經被插入到我們的系統剪貼簿裡面來了。那到時候我們就是要透過類似這樣子的做法來跟我們的 Obsidian 做整合。這個就是 upgit 提供的很方便的上傳並且取得遠方鏈接網址的一個很方便的操作的方法。要跟 AutoHotkey 的整合很簡單就是我們在我們的腳本檔裡面設定
一個 hotkey 比如說我這邊設定的是 Alt V， 然後呢再用 run 這個指令就可以了run 後面接的呢就是我們 apt-get.exe， 然後後面用冒號 clipboard 表示是要把剪貼簿的內容給上傳到 GitHub 上面去，然後後面再用這個 output -type， 這個其實就是 -o 啦，我們可以只用這個减號 o 就可以了。然後呢，我們是要把它給複製到剪貼簿裡面來。然後這個 -output -format 呢，就是要使用的回傳的格式我們使用的是 Markdown 的格式，然後最後再用 return 結尾。那這個就是 AutoHotkey 整合的很簡單的一個腳本的寫法。最後就是來介紹 Obsidian Share Commands 這一個外掛怎麼樣子來呼叫 apt-get， 同時達成自動把圖片內容上傳並取得 GitHub 圖片鏈接的方法。好，首先我們當然就是必須要安裝並且啟用 Share Commands 這個外掛，然後接着我們就是來對這個 Share Commands 呢來做設定。好，我们進入第三方外掛以後，然後呢輸入 Share 然後找到我們 Share Commands， 再進入這個選項。在這個選項裡面呢，它就是會有這幾個內容。好，那我們在 Share Commands 這一邊我們就是你用 New Command 新增一個新的命令，然後把我們要輸出的這個結果給輸入進來。注意的我們一樣是把剪貼簿的內容要上傳，但是我們沒有用减號 o clipboard。因為我們的輸出不是直接輸入到剪貼簿的我們是希望把我們的輸出直接使用標準輸出來取得它的這個結果。因此我們這個指令設定好以後，我們可以點擊這個齒輪來這邊再做後面的設定。然後我們點擊進來以後，你可以給你這個命令一個代名比如說我就把這個代名把它叫做是 apt-get， 然後同時呢點擊這個 output， 這就是我們輸出的一個設定。在這邊我們這個命令執行完以後的輸出的標準輸出要怎麼處理，我們是直接把它這邊可以選擇你可以選擇忽略，或者是去把結果變更在狀態列，或者是顯示在訊息提示的右上角這一邊，或者是像我這邊我是把標準輸出呢直接插入到我目前这個檔案的游標的位置。因此我們這個指令剛剛的這個上面這個指令它執行完的結果呢我們會回傳標準輸出，因為我們沒有指定 -o， 它的預設就是使用標準輸出。那這個標準輸出的內容呢，它會透過我們這邊的設定呢插入目前游標的位置。因此我們先前功能展示的時候 Obsidian 呢就是透過這樣的方法直接做插入。那我們可以再來做一遍假如這個圖檔我進入編輯，然後我們移動到最後面這裡來，我用 Ctrl P 來執行好了好，我們先來抓一個新的內容，比如說我們要把這個內容寫到我們 Obsidian 裡面我按一下截圖的 Hotkey 以後，好，那我們就截了這個圖了假如我們再做一些變化把它框起來，好，存檔，複製到系統剪貼簿，然後再回到我們的 Obsidian 裡面來然後我們這次用 Ctrl P 來執行不要用 Alt V 了Ctrl P， 然後我執行 apt-get， 然後我們就是這個Share Commands Execute 冒號 apt-get， 點擊它就會自動做上傳，並且把這個圖檔的這個網址給插入進來那這個就是遠端的圖片的鏈接的網址。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內容就已經顯示出來了透過這樣的方法我們就可以把我們要做的這個內容很方便的就寫入到我們的 Obsidian 的檔案裡面來了那它的操作步驟就是前面這個第一個會複雜一點然後做好這個 config.toml 以後呢，以後就可以很方便的來做這樣子的一個操作了。沒有提到的細節各位可以看那個解說文章裡面會把這個詳細的內容會列進來。那它這個指令其實也可以有更多的選項比如說你希望圖檔上傳以後我的本地端是不是就不要儲存了，那你就可以用這個 -clean 把你本地端的檔案給刪除掉等等它這邊有很多的其他的選項，各位有需要的話就是自行再去參考解說文章。那 apt-get 這一邊它也有一個簡體中文的說明，那你如果覺得看中文比較方便的話，你就可以來看這個簡體中文的說明。好，那我們今天就是介紹了這個很方便的圖檔上傳並且自動取得圖片網址的一個方法 apt-get 這個工具給大家，這個對大家在寫 blog 文章或是做筆記的時候應該有很大的幫助。我們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